其實我有想過，这回溯以前那個他們老一輩修那條小路的時候，工程量也就特別巨大。到現在，要把那個小路變成大路，人直接通車，直接到村寨，他們下面的人才會更願意回老家去看，這樣人流量才能大起來。不然的話，以前走這小路，你說到現在嘛，有多少年輕人願意走小路回自己的老家去看一看、瞧一瞧呢？甚至可能說，很多人已經忘記了有家鄉這個概念，甚至都不知道哦，原來自己的祖祖輩輩是生活在那麼的一個地方。這條路呢，可能真的是我們以前這個村子的一個遺憾，因為20多年前那時候我5、6歲，隱約還有印象的是什麼？下面那條路以前我在我大伯二伯他們家嘛，小時候那時候爸爸媽媽在外面，他們放炮，砰砰，然後那些石子到處飛。那個時候因為什麼嘛，就是因為沒炸藥了，然後那時候家家戶戶都比較困難，就沒有了那些物資，然後這路就只修成了這個樣子。但是到後面呢，現在來就開始改變了，因為什麼說我們這個村寨挺團結的？一說要修路，每家每戶都有全力的支持，大家一起捐錢。這裡這條路呢，我不是很清楚，但我爸爸比較清楚。他這邊我只知道下面以前那邊那條路，我是有印象的。但是現在這條路呢，他們本來最開始想的是，以前是往那邊往田地那邊然後過去，但是後面因為牽扯的太多，因為我們那前面嘛全是良田，都有種植稻谷啊那些所占的那種農用地面積比較多，所以他們後面決定說往這邊過來。但是爸爸說呢，这以前這個位置已經放過了，就是這些石頭都是以前放炮給它炸掉的，所以有這條毛路，但是現在還是特別陡，只有這麼多石頭全在下面。我最開始還不知道，我只知道這裡以前有一條小路，但是不知道這是他們用炸藥炸出來的路。現在石頭全部在下面堆積，哇！現在這裡路好陡啊，到時候路就往這裡過去，可能這些石塊也可能要麼往外填，要麼往裡面炸。但是大家有一點說得好的就是從來不存在破壞什麼山體環境這些問題存在。有句話說得好，想要富先修路，你只有把這條路給修好了，來的人才會多，交通便利了，這些農村的文化呀、經濟啊，它才能發展起來。這條路一直延伸上去呢，我是有資料的，就是到上面那條修建好的那種硬化的馬路。從這裡來比較有點陡，最後他們還是說再到那裡提高一點，再讓那個石頭推把杆推起來一點。這就是以前放石頭放炮放在這裡放起來，後來經濟跟不上嘛，就後來就摔了這麼多年。現在呢，政府又集資了一點，我們村民又集資了一部分，然後就從這裡過去。這裡上去還是陡好的，看起哈。那這裡你們以前修這條路的時候是幾年炸的藥啊？記不清了，反正是好多年了。很多年前。嗯。反正就是炸药没有了，然後每家每戶都沒什麼錢。哦，对，还记得的时候我没有钱嘛，赶紧就荒废了。哦，对，哦，那我现在终于能明白了修这条路的艰辛，为什么大家都很团结，一直想把这条路給修上去。對，我覺得這條路修通之後，整個村在上面以後會特別方便，他們往下面也可以來，往那邊也可以來。這裡方便多了，這裡上去方便多了。啊，這上面這些石頭好看。這裡有個洞。哪裡？這裡有個洞。這裡有個洞可以，這裡穿上去。對，這裡有個洞可以直接到上面。我們小時候就是我哋像床板兒，我哋上去，這個洞可以，這個洞。直通上面。我們就老陳，好幾年沒在這裡這個來了。這個洞可以哦，這洞。看一下。這個洞有多大？裡面？大不大？反正人可以爬就大行，沒得問題，可以好。我是第一次聽說這裡有個洞。這個就上去的那個樹林頭去了。哦，就是我們那個懸崖下來那裡，就可以直通上面那個水井。哦，
这里我们有进去过，以前他们把这里弄开了之后，然后我们往这里来嘛，在这里看见过这个洞，我们就往这边上去，然后才发现直接洞到上面那个位置。这个要从这里哈，这里吹起来以后啊，这个路真的很精心，要是去保坑的话，工程量很大。真的很工程大。但是现在交通便利了，工具也发展了。你想一下，以前的时候它没有挖机，全是靠人工。那个炸药那么大一块石头怎么盘？是盘不动的。对。现在有挖机之后，它吹宝坎，这些水泥会这样一炒，然后只要下面一挖平，你放上去就方便很多。其實我們這裡修路跟別的地方修路比起來，這裡條件已經特別好了。確實。因為我們以前去重慶那邊，那個路是直接掛在懸崖上的，就是在石頭裡面找一個縫隙，然後像那樣走，而且全是村民自己用鋼筋鑿的。那個真的，這個還好，這裡這個救濟區還好，這個石頭放下來也好。村民，他也是幾次買炸藥，買了一鋼筋錘子，然後一鑿就鑿了10幾年才把它鑿通的。但是現在有一點好的是怎麼說呢？就是政府，他給我們投資助一些錢，然後可能不多嘛，但是我們想把它弄好，還是要我們自己每家每戶一起全力支持這條路通，是早晚的事情。我甚至可能從來沒想過這條路能往這下面修到上面去。就是政府，就政府的項目資金，其實沒有這些石頭的話，它是完全夠的我某路。但是需要給它去按照村民的想法修的話，還是需要自己再投一點錢。自己投一點。你看嘛，這些就是以前的嘛，吹的。這是以前放好的那種堆在裡。這個毛路就吹得有效。那個時候沒有挖機，就是打炮又沒那個風轉機，就是那個鋼筋當那裡敲那種。純手工敲的。對。那個時候太有毅力了。確實。那時候他們來修這條路，都是每家每戶一起，然後也不是說要什麼工錢，反正就是自主，大家一起修。對，那個時候都是那樣，我們小時候也是一樣的。每家每戶規定修哪一段路，然後全村人去修。對。這裡很涼快。這個樹也很漂亮，這個樹。對。這根樹很特別，看起來。那以後這條路修好了，我們把這些大樹保護起來，說是不是？在這裡如果有一個亭子，路往裡面走一點，在這裡坐着吹風。很涼爽，看風景也很漂亮。以前修路的時候也砌了寶坎，但是都砌的是毛石，沒有放水泥。但是可能他們以後砌肯定是要用水泥那些把它好好的弄好的。我最開始還以為這條工程可能會很大，但是想到他們以前上來看，這個毛路已經是好的，就主要就是下面那一塊那些要把它弄一條路過來。我覺得資金應該是夠的。我們走到這裡，現在就可以下去了，因為只有這下面這一段路是最陡的，上面。對於我們外行人來說，這個路是完全上不來的。但是施工方說沒有問題。哇，這個樹好大。最主要就是下面那條路，也是以前挖的，但是沒有硬化，這硬化都是前8年的時間給它弄起來的。但是為什麼呢？因為那個路直接就通到上面，通到另外一個寨子去了。我們這個寨子一直沒有通路，所以這也是本村的一個遺憾。但是到現在，終於這個遺憾終於能彌補了。